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2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杂交水稻之神袁隆平去世那么第二个是赛格大厦封楼。我先讲讲这个袁隆平去世袁隆平大家知道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但是他已经变成杂交水稻之神了为什么？我们先讲两个其他的新闻。第一个，5月22号，微博管理员发布消息，说，站方发现有部分账号利用这个媒体报道袁隆平院士的不实消息，在微博内发布传播针对功勋英雄人物的谣言、侮辱、攻击等内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对涉及账号3个账号做出关闭账号1年的处置这是微博。第二个，天津公安情况通报5月22日新闻媒体报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逝世，接群众举报，一网民胜者为王在微信朋友圈发表侮辱性言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调查核实，该网民系天津市静安区李某，38岁，男。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调查相关工作正在进行。然后这个情况通报说，英雄烈士不容亵渎，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公然侮辱英雄烈士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就为了袁隆平已经开始抓人了那说明什么？说明袁隆平已经被神化，所以我们今天就用的题目叫神它是个神话，不能碰，一碰就出事所以在中国，袁隆平就是一个杂交水稻之神那么新闻是2021年5月22日11点7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在长沙去世，享年91岁。那么袁隆平是1930年出生，江西九江德安人他不是湖南人，虽然他在湖南但是他是江西人出生于北平协和医院。1949年考入湘辉学院农学系，然后随后并入这个西南农学院。1953年毕业，分配到湖南省安江农校任教那么最初呢，袁隆平是研究红薯、西红柿的育种栽培，在这个大饥荒期间，亲眼看见有人饿死在路边，觉得红薯不是主要作物。60年转向水稻育种研究那么传统育种有3种，一种是系统育种，一种是诱变育种，还有一种叫杂交育种。那么系统育种很简单，就是看谁的招虫少，谁的病虫害少，谁的秧苗长得壮实然后就扦插这叫育种。育种就是靠什么？靠目测来育种那么有个叫农民育种学家叫李登海，天天在田里面转悠找，最后给他找出一个玉米新品种来就是这叫系统育种就是目测。第二个叫杂交育种，杂交育种就是当某一个植物出现了一个特定的性状的时候，就假设它有某种基因，这种特殊的基因，然后就把这种基因就和其他的结合在一起杂交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花粉人工受到另外一个柱头，就是这个植物的这个雌蕊的一部分上面去，让它们形成一个新的品种来那么还有一种叫诱变育种，诱变育种比较复杂一点，就是用这个
钴60啊，钴60是一种放射性同位素啊，就照射，钴60照射，然后诱发这种种子的变异，这种种子变异，然后放到田里面去种，发现有一个种子因为变异，就出现了新的特征啊，那就培育它啊，这诱发育种啊。那么1964年7月，袁隆平在安江农学院实习，找到了一个奇异的天然雄性不育株啊，经过人工授粉，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这个雄性不育材料的种子啊。然后1964年到1965年期间，袁隆平和他的妻子邓泽先后检查了几十万个稻穗，在栽培洞庭早先啊、胜利先和短角南特号、早梗4号4个品种中找到6株雄性不育植株，经过反复实验、分析、论证，把这个研究结果写成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叫《水稻的雄性不育性不孕性》。这篇论文投稿到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讯》杂志。这篇论文呢，奠定了袁隆平在杂交水稻领域的江湖地位。啊，这篇论文非常重要，也奠定了中国杂交水稻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础啊。那么1972年，杂交水稻被列为中国重点科研项目。2年之后，袁隆平成功的选育了第一个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强优高产杂交水稻组合南优2号，比普通水稻增产20%，这给他带来了名声啊。民间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吃饭靠2平啊，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袁隆平，因为他可以增产啊。那么此后20多年，袁隆平带领团队开展超级杂交水稻的攻关，分别在2000年、2004年、2011年、2014年实现大面积示范每公顷10吨、10.5吨、12吨、13.5吨和15吨的目标啊。那么最新育成的第3代杂交稻叫3优1号，2020年做双季晚稻种植，平均亩产911.7公斤，加上第2代杂交水稻亩产619.06公斤，全年亩产达到1530.76公斤，实现了周年亩产稻谷3000斤的攻关目标啊。那么袁隆平也就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啊，叫荣誉满身啊。1981年获得国家发明特等奖，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啊。2001年获得首届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4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2018年获得改革先锋的称号，2019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有一颗小行星啊，被命名为袁隆平星啊。那么这是袁隆平获得的荣誉啊。那么2000年隆平高科就是袁隆平的这个上市公司上市，2000年上市。那么标志着，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黄章进说的。所以说标志着农民低价获得杂交水稻稻种的时代就此终结。袁隆平和中国农民的关系也就不再是农民和帮助农民增产的人民科学家的关系啊。湖南农科院国家杂交水稻中心变成了这家上市公司的科研基地。今天隆平高科已经成为中国杂交稻种市场最大的公司啊，这是他说的啊，这不是我说的。我说的这句是我说的。袁隆平把他的神性套现了啊。
那么中国的种业市场的特点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垄断和竞争交织，市场高度分散，产业规模很低。但是在杂交稻种市场，集中度和产业规模都有很高的水平。那么这不是竞争的结果，是因为种业公司占据的都是本地市场。那么杂交水稻缺乏吸引力，产能严重过剩啊。那么市场证明，无论你高产实验田的产量多高，杂交稻也好，超级稻也好，都没有出路和潜力。市场证明了这一点，它能影响的是什么？它能影响的只有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国家的粮食政策以及科研经费的投入。那为什么还要去做刚才我讲的那一堆的动作啊？就是各种不断的在攻关啊，攻关干什么呢？高产啊。袁隆平的操作模式是这样，选择什么呢？水肥条件好，小气候条件好，栽培水平高的地方，然后选择管理、参观条件都非常适合管理参观的地块，建立超级稻100亩示范区啊，然后种肥啊，就是施种肥，然后密植啊，密植就是种的很密啊，然后精管啊，精细的管理，严格防病治虫，成熟的时候组织专家测产验收，然后再用媒体宣传，目的是什么？科研经费啊，科研经费很多的啊。那么经过他们统计，一般情况下，专家的产量就是单产能够达到多少呢？专家能达到850斤，农民种植的时候达到多少？能做到650公斤啊，850公斤啊，农民能种到650公斤已经不错了。那么以这个926公斤，就是袁氏超级稻，袁隆平的袁氏超级稻为例，就是袁氏超级稻号称是亩产926公斤，它的环境是什么？它的环境是土地肥沃，排灌方便，阳光充沛，雨量充足啊，找到一个这样的环境。然后它的操作是什么？高肥高水啊，就是肥也多，水也多，人工插秧啊，人工去插得很精细啊，7天一打药，人工除草，然后呢，再配方精确的施肥法，然后投入是什么？5个农机专家吃住都在实验田，才能达到926公斤的亩产啊。所以顾准的女儿顾秀玲对这个袁隆平批评的很严厉啊。他这么说，他说袁隆平院士的线路是追求单产冠军，在技术上搞的是专种专肥，这里有一点锦标主义啊，锦标主义就是赢了啊，适宜的范围很小啊，这就是袁隆平他的这个操作模式。那么我这里讲几个基本的事实给大家听一下啊。第一个，中国最厉害的杂交水稻，并非出自袁隆平之手啊。中国最厉害的杂交水稻是哪一个呢？是1981年福建三明农科所谢华安培育出来的3系杂交稻啊，这个善优63啊，这个善优63啊，那么善优63 81年培育出来之后，横扫中国大地16年啊。那么最高峰的时候，这个善优63占据全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的45%，达到45%，累计种植面积占杂交水稻的品种的21%，所以这是冠军啊，这个叫善优63是冠军啊。那么1997年，江苏农科院，周江石培育出来的是两优培9
啊，这个也是个品种名字啊，两优陪酒，品质优异。2002年接替山优63，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品种。直到2004年和2010年，袁隆平的团队培养出2个品种，一个是叫金优207，一个叫 Y2优1号，才崭露头角啊。所以最厉害的不是袁隆平的品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杂交水稻目前在中国遇到多重瓶颈。杂交水稻现在的状况和80年代到90年代初和那个时候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啊。第一个，曾经有人说过，杂交水稻出来之后，曾经有人说过，说杂交水稻完全可以替代这个常规水稻，但事实上是什么？全国农技中心的数据，从90年代到现在，杂交水稻占水稻种植面积的比例一直徘徊着60%到65%之间，一直没有超过70%，然后这些年还在缓慢下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和种植面积相比，萎靡不振的其实是什么？单产，单产就是亩产的水平，一亩水田，这个水稻的产量我们叫单产啊，叫单产。那么1995年，中国水稻平均单产是401公斤，401.6公斤啊。那么1998年到了多少？424.4公斤啊，涨到424.4。到2003年又回到了404公斤，就是退回到了95年的水平。那么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数据，1998年到2003年，中国水稻总产量下降了多少？961万吨，其中由于单产下降造成的水稻总产下降占多少？占23.2%，使得水稻总产量下降了多少呢？下降了176.6万吨啊。那么中国号称杂交水稻全球领先，但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全球排名是第13啊。单产，中国现在水稻单产是前10名的75%，所以中国说中国杂交水稻多么牛多么牛，其实是排名第13。那么美国啊，我们讲美国呢，最近几年呢，它的水稻单产一直稳定在505公斤，比中国高多少？高1/4。美国不是种水稻的主要的国家，这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还是另外一个更让人生气的国家，是谁？排名第1是谁？澳大利亚。你听说过澳大利亚水稻没有？你听过美国的水稻没有？但是美国比中国高25%，排名第1是澳大利亚，中国排名第13，所以这个中国杂交水稻全球领先的这个是自己给自己排的名啊。过去几十年，中国水稻种植面积下降了1%，但是产量增加了165%啊，总产量啊，靠的是什么？靠种子吗？不是，靠的什么？靠的是化肥啊，主要靠的是化肥。但是呢，我们这样讲的就很绝对啊，所以经常会被挑理。我们讲一个完整的描述啊，严谨一点。完整的描述是什么？完整的描述这样：激励机制、化肥和育种技术对提高单产都很重要啊，这完整吗？但是这3样东西啊，就是激励机制、化肥和育种技术，都是有效边界的，就是当它提高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开始停下来啊。那么育种技术的贡献没有前2者那么重要。激励机制啊，就比如说提高水稻的这个保底收购价，可以激励这个单产。化肥的大量使用
也会提高单产啊。这是第三。第四，现在水稻呢分两种，一种叫粳米，一种叫鲜米啊，就是两个不同的亚种啊。那么粳米大家记啊，粳米怎么分呢？粳米就是东北米，日本米就是粳米啊，很容易记啊。鲜米是什么？鲜米就是比较难吃的南方那种大米，叫鲜米啊。说我们现在爱吃的是东北大米，但是真正我们经常听到的叫什么杂交水稻啊，指的是杂交育种的特定的培育的育种，它大部分是什么？大部分是鲜米，就是我们爱吃的，不是真产量高的那种，是产量不高的那种，这是我们的印象。但是大家的印象是错的。中国目前单产最高的水稻，其实就是东北种植的粳稻，就是粳米，而不是现在所谓的杂交水稻吹得很响的这个鲜米啊，或者鲜稻。也就是说，中国水稻单产的提升，同样不完全是杂交水稻的贡献，这才是事实啊。这是第二点，就是第二个基本事实。第三个基本事实是袁隆平关于转基因的立场。袁隆平在转基因问题上的立场一直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啊。那么在早期的时候，他一直表达一个含糊不清的反对。为什么含糊不清？因为他是育种专家，而且他是田野育种专家。什么叫田野育种专家？就是他其实到后来一直在田野当中啊，他没有在随着这个技术的走学院的路线，他其实走的田野路线。所以呢，其实转基因对他有个诱惑，因为大家知道，当技术发展到今天这个情况，你会遇到一些技术上的瓶颈，特别是像杂交水稻，因为杂交水稻其实有困难，因为它野外的品种越来越少，大部分你现在看到的品种都是培育出来的品种，这种培育的品种的话，它会遇到瓶颈啊，遇到瓶颈，当你遇到瓶颈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找其他的路径，转基因是一个其他的路径。所以他开始呢，他是比较含糊的反对，到后来呢，就直接就改变立场。2000年以后，袁隆平成立了这个转基因实验室啊，然后而且把儿子袁定阳送到这个香港中文大学主攻转基因。03年这个开始这个进行这个指导博士生开展有个项目叫远源物种基因组 DNA 导入水稻的研究，做一个这样的项目，然后把一批外源基因转入水稻。05年，袁隆平对记者说经过30年的发展，常规育种的浑身解数已经用完，要进一步挖潜水稻产量的潜力，必须在生物基因技术上取得新的突破而且指导团队研究人员通过绥靖注射法将外源基因组导入杂交水稻亲本品系。然后07年在杂交水稻上发表文章，旗帜鲜明表示支持对政府支持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期盼。只要国家开放转基因水稻的限制，具有抗除草剂性能的转基因水稻将大有前途啊！这是07年。08年，袁隆平承担了高产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的国家重大项目。然后16年，这个袁隆平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说，除开杂交水稻的研究，他正在研究把玉米的碳4基因转到水稻上来。作为一名田野派的专家，袁隆平在这个转基因的问题上，
遇到了其他人的攻击啊。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啊？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中国转基因的技术，它的地位还是争议非常的大啊，就是说，中国社会对转基因技术没有共识，就是反对的人还是非常激烈的反对，赞成的人还是非常强烈的赞成。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社会共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啊，杂交水稻出名啊。那么他获得了杂交水稻的这样的地位，获得他现在的这个江湖地位，然后他改弦更张。那么他改弦更张，同时他带着光环过去，他带着光环过去，他就引发了这个反对转基因这部分社会舆论的反对，激烈反对，那就痛恨他。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中国官方把这个袁隆平神化啊，神化袁隆平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第一个目的提高中国杂交水稻的江湖地位。其实中国杂交水稻江湖地位没那么高，全球排名第13。那么通过神化这个袁隆平，来神化中国杂交水稻这个地位啊，因为毕竟中国农业大国，可是中国其实没有这江湖地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出身于这个基层，那么通过基层拔高一个这样的人物啊，这树典型，就树这种典型啊，所以把它神化，神化之后呢，那么社会上还是有很多攻击他，反对，特别是反对基因技术的这个人群就攻击他，官方就保护他，保护到什么地步呢？前面说的，把攻击他的人都给抓起来，这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啊，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了更加政治化。这种政治化的后果是什么？这是政治化的后果，就是袁隆平到死，他都没有办法变成一个正常的人，因为他已经被神化了。这就是袁隆平现在的情况啊，好吧？大概我们就讲这么多啊。至于说袁隆平他在科技上，在杂交水稻上，他有没有贡献？当然有贡献，他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啊。我们前面讲。那篇论文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而且他的确是在杂交水稻上是有非常优秀的技术，这个没有疑问啊，这个没有疑问。但是事实上，他也有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事实在这里，所以实际上没有人是完美的啊，每个人都有他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有他前面的原因啊，但是他也有他的不足。他的各种情况都存在，就像他这个袁隆平的公司上市啊，那么他和中国农民的关系就改变，他把他原来的神性就套现，当他把他的神性套现的时候，什么意思啊？他就不应该再具有神性，如果他继续顶着那个光环的话，这是不正当的。好吧，关于袁隆平我们就讲这么多啊。那么下面就讲讲赛格大厦，我们更新一下。深圳市赛格集团发通知，5月21号0时起，赛格大厦封楼。通知这么说：为确保赛格大厦检测工作顺利进行，不受外界干扰，自5月21日0时起，暂停所有业主、商户、租户进出赛格大厦写字楼和电子市场，待相关检测工作完成后再有序展开。有关事宜另行通知。然后这个福田区宣传部证实了这件事情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要等检测结果啊。昨天在我们的推特上发了一段，有一个网友来跟我讲，因为我们之前讲赛格大厦7天1层创造了这个深圳速度。那么这个网友就在下面留言说，这个他是学建筑的，他觉得这个
不妥啊，这种做法不妥。然后他给我留了一堆言，我就把这个给大家报告一下。那么当然，他并不是去调查这个赛格大厦，他只是讲关于建筑上面的一些规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去理解赛格大厦7天1层，7天盖1层意味着什么。他这么说，他说混凝土浇制28天啊，就是说混凝土浇灌以后要静置28天，那么不是要达到强度的80%，要达到强度的100%啊。一般设计强度为280 kgf，就是每平方厘米公斤压强，应该是一个这个意思的混凝土，28天要超过这个标准，所以目前技术会达到400。那么赛格大厦如果采用的是 RC 钢管结构的话，那么7天1层理论上是不可能做到是不可能做到。那么如果他做到了，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牺牲了拆模时间。牺牲拆模时间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梁结构还没有定型就拆除了，这样会造成什么呢？造成抗压能力的削弱啊。一般设计叫梁强弱板，梁呢是要很强，板呢楼板呢就比较弱啊。那么强梁弱板，那么如果这个连梁都弱了的话，那你就可能造成摇晃，有可能造成摇晃的可能性。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海沙屋，就是海沙楼。那么海沙就是这个沙子，盖房子一定要用沙子啊，混凝土里面一定是要加沙子的。那么沙子有2种沙，一种沙叫海沙，一种沙叫河沙。河沙贵，海沙便宜。为什么海沙便宜呢？因为海沙多啊。那么河沙贵，河沙没那么多，而且河沙采沙的地方是受到限制的，所以通常河沙比海沙贵很多。那么这些开发商呢，就为了贪便宜贪便宜就采用海沙。海沙里面有什么？海沙里面有海水，海水里面有什么？海水里面有盐，盐里面有什么？盐里面有氯离子氯离子呢就会什么？就会腐蚀腐蚀，所以海沙楼会产生严重的安全隐患那么他的这个网友说，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海沙屋水泥的氯离子含量过高，那么经年累月会造成混凝土剥离、钢筋锈蚀氯离子会腐蚀钢筋然后呢，而且它会造成这个混凝土的这个剥离，它的粘合度没那么高，粘合度没那么高，那你就会剥离那么台湾现在的规定是什么？就是混凝土的氯离子含量是0.15，不能超过0.15实物就实际上操作的时候是0.01到0.02。台湾一般15楼上下的集合型的大楼，一层楼法令规定21天交至下一层，就是你交21天，这一层要21天的时间。那么有的时候建筑商有的时候为了赶工，希望15天一层。那么这样一层的面积大概是200平方，如果你超过200平方，你时间会更长那么这个网友说，他说我查过广东省的技术规范，并没有针对氯离子含量的规定，只有2020年有提议规定0.3%，但是没有执行，有没有执行不知道。所以当年的赛格大厦，因为没有规范的要求之下，采用了氯离子过高的混凝土是有可能的。是这位网友分析这个从建筑的角度来说当然不涉及到设计建筑的角度，7天1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梁的结构
强度有问题，因为你时间过，你很早就拆，你很早就开始拆模啊，拆模是什么意思？它浇筑是有个模啊，一个模，然后往里面浇，就形成一个梁。那你还没到时间，你把这个膜拆掉了，那强度肯定是受影响的，就是一个这样的。这是网友所以我看到这个网友的这个回答，我觉得很好，向大家报告一下。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今天呢，因为我们讲到的是袁隆平啊，袁隆平去世，我们要对死者尊重，所以有一些话我也不会讲的太激烈啊。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说不管你支持不支持啊，都要尊重死者啊，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好吗？好，明谢 Linda 丁，谢谢郭喷塞，谢谢 Harry 冯，谢谢 ABC123，谢谢 James Wan，谢谢斌哥，谢谢。每天听王先生的节目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也推荐给身边好多人。今天赶上直播，请王先生喝一杯咖啡，辛苦了，谢谢。那么还有网友昨天在我的留言区说，你不要把那些吹捧你的话读出来好吗？这样听得不舒服。两点，第一点，网友对我的肯定和表扬，我是愿意读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这我很高兴啊，啊，是不是吹捧我不知道，但我是听得很高兴。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讲客观的情况，因为我是没有准备的节目啊，就是说网友讲的话，我们的后台的这个直播宝宝把它直接贴上来，我就顺着往下念，我是没有时间去做判断，这是一个直播节目，所以跟我是不是有那个筛选没有关系，我一直念下来，所以请你谅解好吗？啊，所以我要给解释一下。观点袁隆平的贡献值得肯定，这次值得悲哀的是一天死了2次。官媒 CGTN 先报道出来，后来又被辟谣，再到官媒再次辟谣宣布死亡，和李文亮医生死亡那天的消息如出一辙。党不让你死，你就不能死，讨论过后才允许你死。袁隆平和李文亮医生的情况有点不一样。那么李文亮医生当时是他去世的消息引发了海啸，舆论海啸。那么当时就直接把他摁住就说还在抢救，用这种方式来控制舆论的高潮。那么显然袁隆平的情况是出现了误报，误报就是消息中间应该有一些状况，这个状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肯定是误报啊。就是说，有没有宣布，有没有最后判定，应该在这个环节出问题啊，所以两者情况有所不同啊。情况，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有很多弊端，比如不能留种，所有的杂交水稻都不能留种啊，消耗土壤水肥严重，抗病性能差，品质口感差等等。农业部曾经推广杂交水稻的种植，但由于抗病能力差，在湖北、安徽、江苏都出现了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因此这个杂交水稻并不被市场接受，市售的大米也基本上见不到杂交水稻。反正杂交水稻不好吃啊，所以大家不爱买，这是真的啊。情绪有了袁隆平、屠呦呦这样的中国人，中国才有希望。可是多数的时候，这些人被 CCP 抹杀了，所以希望渺茫。能说一下你的理由吗？啊，袁隆平还被抹杀吗？袁隆平没有被抹杀，袁隆平已经被神化了。这个污蔑袁隆平都要坐牢，你想想，这不是抹杀的问题吧？观点：袁隆平毕竟不是第一位研究杂交水稻的科学家，神也会走下神坛，但是他作为杂交水稻这个科学领域，应该也是有一定贡献的。
这位科学家至少比中国其他的科学家可敬。同时，如果有人质疑，这个质疑也应该需要我们的观察和验证，这个态度才能让中国的科技向前进步。观点认可袁隆平先生是位优秀的科学家，但是拒绝把他神化，特别是说他解决了14亿人吃饭的问题，完全荒谬。中国人解决吃饭问题，完全是因为给了农民一点点自由，责任承包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人民才吃饱了饭。对一切神话的人和事物，应当保持充分的警惕，背后一定有利益和目的。提问：杂交水稻应该属于基因工程生物科技，但袁隆平为什么没被提名为诺贝尔化学奖？为什么叫诺贝尔化学奖？基因工程，算基因工程吗？杂交水稻算基因工程吗？应该就是我们叫传统的育种技术嘛，应该不算基因工程吧？基因就是转基因了，转基因呢就是另外是生物技术了啊。转基因是生物技术，你都可以笼统的讲它是生物技术吧，但它应该不是基因技术吧？情绪，中国这样的科学家研究出来的东西，原来如同中共的宣传一样骗了我们，我感觉很愤怒。OK，就是杂交水稻中国第一，这个概念肯定是错的，这个概念肯定是错的啊。提问：当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都被已经开始套现的时候，中国的科学进行又如何实现？感觉袁隆平与钟南山的处境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都是在圈钱，很为这个国家难过。中国人现在很缺钱，到处都在抢钱，每个人都在抢钱，不是袁隆平，也不是钟南山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在使劲往兜里扒钱。有的能力强一点，有的能力弱一点，有的位置有利一点，有的位置没那么有利等等。为什么？中共把中国人的所有的大脑全给掏空了，只有一个价值，什么钱？就是钱，钱是唯一衡量这个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钱。所以现在中国人就到处去抢钱，就这个原因啊。观点：中共对袁隆平的宣传有深刻的政治含义。袁隆平可以强化千万中国人饿死的历史，是因为科技水平低下这种洗脑观点。袁也在各种公开场合宣传过去吃不饱肚子，把人祸描绘为技术原因。今天和家人说起袁隆平，第一印象就是有了袁隆平，中国人就吃饱饭了。我说你们忘了饿着肚子练钢铁的日子了。这个说的很到位这个非常到位。提问：在国外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买到过中国大米，不知是产量所限无法出口，还是品质问题不被国际市场接受？中国是个稻米纯进口国中国是稻米纯进口国。观点：袁老再被封神，也安安分分搞研究，这在大陆是非常难得的，袁老是值得尊敬。OK， 情况：我今天看了一篇易中天的文章，写的是回忆袁隆平，有个小细节，袁隆平在和他做完节目后，拍易中天的背一下，欲言又止。易中天说，他知道袁隆平也不喜欢被神化。OK， 观点：过分强调袁隆平的贡献，掩盖了其他农科院的贡献，以及建国以来化学工业对粮食增产的贡献，令美国土地肥沃，不能用亩产否定中国在杂交水的育种方面的领先。我不同意这个是不对的。你要找理由的话，怎么都可以讲，下雨的原因风吹的原因，日照的原因，你都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观点：好制度会催生千千万万个科学家共同改变农村社会环境，
科学家个人不可能改变制度。非常对。提问，没错，元老对中国的粮食供应有很杰出的贡献，这点不用质疑。但是中国曾经的饥荒并不是因为农作物失败失收，这也是事实。请问为什么中共净搞这些封神？元老是一个，钟南山也是一个。中共为什么搞这种封神？中国就喜欢封神啊，先封个毛泽东为神啊，然后各个领域封神是什么？封神是中国的基本工作方法，中共的基本工作方法。中共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2条。第一条，抓典型，把一个典型抓出来，立榜样，示范给大家看，我们全部都学他。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样做很简单啊，大家不需要共识，大家也不需要认识，大家也不需要思考，你啥都不用想，那里有个样板，你照着样板做就对了。中共还是洗脑的，整个社会被洗脑，大家都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要你做，怎么做啊？我跟你讲很复杂，1、2、3、4、5你也记不住，脑子都被洗了，怎么办？这里有个样板，照着样板做就行，这是中国的基本的工作方法。样板是什么？典型是什么？典型拔高的就是神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开批斗会也是抓典型，反面样板就是打板子打给大家看，这是不对的啊，这个不能这样做。这从管理学来说是有价值，管理学基本上就这样，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那么就形成一个轨道，所有人都在这轨道上面做。管理学上面是有这个概念，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但是这个呢，限于什么呢？限于工厂。什么工厂？流水线啊，你只能做流水线。你要是不，如果你这个呢，如果你是要有开放性的思维、创造性的工作的话，这种管理就不行。这种管理你只能解决什么？解决工厂、流水线的管理问题。但是你要让中国变成一个有创新能力的国家，这种工作方式是不行的。情况杂交稻的基因不稳定，用作种子产量会降低的很多，而且种子价格贵，所以杂交稻从来不是中国农民的首选。杂交稻是没有种子的，不能留种子，不是说留种子产量的，不是的。杂交水稻永远要跟他买种子，这就是为什么隆平高科能做上市公司的原因啊。观点，杂交水稻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制种困难，种的经济效益很差，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国家很少种植杂交水稻的原因。还有培育不出高品质的杂交水稻的种子，早就想给袁写一封信，告诉他这一些真相。中国的农业政策，特别是水稻政策是有大问题的。王先生讲得很好。观点，在60年代前，自交授粉植物的杂交课题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袁团队在70年代出名前，确实是小团队在默默耕耘，没人过问。而后其他团队成功也是源于原团队的雄性不育系的发现，这确实是国产的独发技术。南辕北辙啊，陈文福啊，沈农啊，陈老师做的超级稻啊，梗稻的理论也是源于原团队的创新性、雄性不育系的思路啊，这个没错，所以他就有江湖地位嘛啊，这个没有错的。但你不能说他是那个父系，那就不对了。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这次中共对袁隆平的死讯采取了李文亮模式？这不是，我觉得是出错。为什么？没有舆情啊，他为什么要采取同样的方式？不存在舆情啊。情况现在的农地普遍受到农药、工业排污污染，品质严重下降。
政府搞农业道路、水利建设，贪污严重很多，很多工程都是做样子，把菜价压得很低，农民收入也勉强温饱。为了提高产量，卖相往往滥用各种农药激素，出售的农产品自己不敢吃，天天喊崛起。几十年过去了，亿万民众日常的食物安全依然无解。农民，农民有一个动作啊，是我觉得非常反映农民的特征的，就是他种植的水稻也好，农作物也好，它分两种，一种是自己吃的，一种是卖的。卖的那部分呢就没有底线啊，农药打得非常的猛啊，自己种的、自己吃的那部分呢不打农药，所以呢，这个很反映农民的一个特性啊。中国的农民，我们之前我在推特上看到有一段话啊，讲什么呢？讲现在中国最危险的人群是哪些人群？就是那些在城市里啊，就是农民工进城之后，他们的子女，这些子女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这是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啊。从绝对数量来，虽然整个人群比例不是特别高，但是绝对数量也是庞大的。这些人群非常危险，危险性是什么？第一个，缺少教养，他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同时家庭教育有缺乏，就是缺乏教养，同时他的生活非常的不稳定、不安全，没有安全感，这群人是非常危险。这是推特上的一段话，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啊，有一定的道理。其实中国的农民，现在的中国的农民，基本上就处于一个这样的状况。观点，袁老先生无疑是应时预制的模范人物，但他可敬之处是多次提及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他的现身说法一定大于身轻言威的普通人无数倍，使一些奸邪之徒企图抹杀那段惨痛历史的难度增大，或者不能得逞。尤其他直犯天言，说毛不学农业，这在当今学界人人修炼利己大法的时代，袁隆平身上依稀可见古之风骨，才尤显珍贵。OK， 读我好拗口。观点：钢筋和混凝土出现问题，不会导致摇晃，只会开裂或者是倒塌，多半是地基的问题。OK。钢筋出现问题直接倒塌，混凝土会出现开裂，地基不均匀沉降会导致倾斜，发生摇晃。观点：海沙不是不能用，但是要去露，也就是要洗干净才能用。另外，台湾海沙屋有时候不是因为用到海沙，而是抽地下水搅拌水泥，而地下水含盐分过多，所以导致海沙屋。OK。情况，我有个学建筑并在设计院工作的同学，10年前跟我说过，他现在的商住楼产权70年，他们是按照50年设计的，真想象不出几十年后的建筑垃圾如何安放。观点：7天一层荒唐，混凝土根本没有办法完全定型，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国内的大跃进，比如植牙。国内一次就做完，在美国每2个步骤之间要间隔1个月，目的是让上面一次的创伤愈合。我姨妈植牙，等火一消，牙就开始动。很多事情速度和质量不能共存。观点：赛格大厦的设计是没有进入风洞进行测试的。其实这个大厦7天一层的施工效率是没有问题的，在拆解模板的时候，只是不拆除下部3到4层的下部支撑，也就是可以在不拆除下部支撑的情况下，可以向上浇筑。这个大厦的主要意愿
还是因为钢管混凝土与整个建筑之间的含量正好符合整个建筑的共振频率，所以才会出现严重的震动。越多的人讨论越好。为什么？如果仅仅是拆除下半部分就够了的话，就不用拆除，那你一层一层还是要拆呀，3、4层不拆啊，往上交，往上交的话，你拆掉上面才能往上交啊，你一个叫什么？一个叫模板，你做一个梁，模板是4边的吧，对吗？那你往上交东西，你必须把这个模板拆掉，你才能从上面往上交，对不对？所以你不拆除模板怎么往上交呢？我不理解你说的这个什么意思啊？观点：袁隆平没有加入共产党，所以他的光环而不入党，还是有清醒的部分。OK， 啊，袁隆平不是党员吗？啊，这很少见啊。观点：农业大国的农民一直在社会底层被鄙视，每次运动都是垫底的人群。当年所谓的困难时期，饿死最多的就是农民。城市人有粮票，起码有口饭吃。提问：王老师怎么看待国内所谓的藏线中化？就是普通人受到压迫，采取极端报复社会的做法。今天又看到大连的恶性特大撞人事件，加上之前的系列伤幼儿事件，为什么枪口转向的是其他人而不是政府？这也是我张献忠话我是没听说过，为什么叫张献忠话？张献忠惨无人道，这是个垃圾。跟这个情况关联是什么？我没有看到他们两者之间的关联啊。报复社会，那理论上大家都希望他去扛个炸药包去炸政府的，但事实上都不是这样。事实上，他们都去报复那些比他更弱小的人。为什么是这样？因为2个原因。第一个，政府他报复不了啊，他做不到啊，门口有武警啊，幼儿园多容易啊，那些小孩子啊，所以老实讲，我看到这些人，我心里对他是遇到了很多社会不公啊，但是他做这个行为实在令人不齿。至于说刚才这个撞车的这个情况，还是不了解怎么回事啊？不了解他是刹车不灵啊，还是怎么回事？这个我还没有，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情况。至于幼儿园的那些事件，那就是人渣干的事情啊，那就是人渣，不管他有什么理由，那都是人渣啊。提问：王老师之前说过，虚拟货币如同比特币会威胁外汇管制，但是如果政府控制了人民币出境渠道，国内的庄家向客户卖出比特币，收入的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汇，不能汇出境外，那么虚拟货币是怎么能够打破外汇管制的呢？它肯定不是卖成人民币啊，如果卖成人民币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当你用比特币在境内当你在境内把你的人民币买成比特币，然后拿着比特币跑到境外任何一个地方卖成美元，你不就完成了这个穿透吗？啊，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方式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最近央行上海总部吕敬忠建议人民币适当升值，抵御输入型效应的政策建议如何评价？另外，管涛在5月19号中银证券策略会上表示，中国货币政策主要是对内优先，按照自己的经济增长、就业和物价走势情况，不会过多关注资本流入，是不是也是对人民币升值的一种暗示？中国现在主要靠外需拉动经济，如果真的故意升值，价格变贵，外商少买中国商品，中国不想赚这份钱，
不想赚这份钱吗？谢谢王老师。是这样，我看到的，你说的这两篇文章我都看到，看到，毫无疑问，让人民币略微升值，主要是抵御什么呢？抵御中国国内的情况。中国现在国内的情况是什么？国内的情况就是很多工厂停产，因为原材料的价格上升啊，原材料价格一上升，很多工厂就停产。停产的原因是原材料太贵，它生产出来的产品是赔钱。那让人民币略微升值呢，那么进口商品、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下降，相对于人民币是下降，相对美元是没有变化的啊。那么相对于人民币的价格下降，那就可以让一部分工厂恢复生产。其实简单的说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至于说这个出口，它还没管出口，先解决内需问题，应该是一个这个概念。那么实际上现在对我昨天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其实今天有一个大新闻，这个大新闻我今天没有做，因为我还是想做袁隆平。大新闻是什么？中国要禁止这个挖矿啊，我们下次再做吧啊，下次再做。提问：大陆最近实施的新政策给军人和一线防御医务人员的子女高考加10分，请问王老师，这对其他高考生会有多大的影响？西方国家是怎样奖赏一线防疫医务人员的？给军人，为什么给军人？如果是防御的话，跟军人有什么关系？军人子女加10分，用这种方式来奖励他们的子女，实际上对其他的高考生的不公啊。那么中共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当然有啊，但是用这种方法呢，没成本，零成本。中共倾向于什么呢？中共倾向于我请客，你会抄，这就是中共一向的做法，就是我奖励你，我是不用掏钱的，钱是谁掏呢？钱是其他人掏。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是这样，我免税一免就免地方政府的税。你比如说，我们减肥降税谁掏钱？地方政府掏钱。中央政府有没有掏钱？不掏钱。为什么？社保是地方政府的钱，他让大家，你们可以少交一点社保啊，我支持你一下。社保是谁的钱？社保是地方政府的钱。所以中共的传统做法就是我请客你会抄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奖励这个军人跟防疫人员的这个子女加分这件事情，就是我请客给你们好处，给军人好处，给这个一线医务人员好处然后呢，成本我不用掏，因为加分嘛，加分我不用掏钱，就给你们加分就是。但其实付出代价的是谁？付出代价的是其他考生。有没有常识？一点常识都没有。这个是制定这个政策的人，完全没有社会管理的意识就是我不用掏钱的意思观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是历史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多数人简单的从强大欺负弱小去理解，这是过于简单化。以色列从1948年复国的当天起复国起，有30年的时间也是四面楚歌，孤立无援，几次到了亡国的边缘。去读一些以巴所在地区几千年的历史，尤其是近100年来多次大规模冲突的由来，站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的角度去看，目前的状况会更全面一点。悲观的说，这个问题基本上无解，尽量少死人嘛。非常对。我们经常讲的是什么有些冲突我们经常讲人类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两个相处的人
或者是两个相处的人群，他们持续的在一起，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根本讲不清楚，为什么？头尾相连。所以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为什么家务事难断？家务事是头尾相连，它是个持续的过程。它其实最根本的原因不是事件，而是关系。你比如说两口子，两口子说他打我，这个太太说他打我，那人上来就说打人不对啊，你这个像处罚你。他说我没有，我打他是因为他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打他。然后太太说我做那件事情因为是他做的这件，你知道哪个是头吗？哪个头？没有人知道。其实事件反映的是什么？这两口子出了问题，首先他们发生冲突，是不是他两个人出了问题？他们两个人出了问题，不是因为某个单一的事件，而是这两个人相处关系出了问题。关系出了问题，才会发生一系列的事件。这一系列的事件不是两个人出问题的原因，是他两个人出了问题，才会发生这一系列的事件。或者反过来讲，这一系列的事件其实是他两个恶劣关系的一个反应。那你就光去处理事件，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两口子的问题，你很难断案，断什么案？就某一个事件做出判断，这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出问题，这是关系，而不是事件。我们把这件事放到巴以关系上面也是这样。你说这个，你说这次哈马斯火箭弹攻击以色列，所以造成了以色列反击。你只是切了中间一段出来讲，那巴勒斯坦哈马斯会说他之前欺压我们，做了1、2、3、4、5、6、7、8、9、10件事情，我才反击他的。以色列可以讲，我为什么做1、2、3、4、5、6、7、8、9、10的事情？因为你前面做了1、2、3、4、5、6、7、8、9、10的事情，我才做这个事情。你往前追吧，追到死前都可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讲两个发生冲突的民族，他们之间的问题不是事件性的问题，是这两个民族或者两个人群，他们的相处有根本性的矛盾，他们相处的立场是对立的。你比如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他们立场是对立的，为什么？就这么大的地方，大家都要抢这块地方，你不能解决这块土地的问题，你怎么去解决他们相处的问题？你解决不了相处的问题，你就无法评判事件的对错。所以在这件事情，在讲巴以问题的时候，我们去以事件去评判对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对错。他恨我，我也恨他，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基于这个仇恨，而不是基于一个道理。你走过来一点，我就打你；你不走过来，我就不打你，根本不存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巴以关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以对错来去陈述这件事情。我们或者选边站，我站在以色列一边，或者我站在巴勒斯坦一边，都没有意义。基本上，为什么？因为这是仇恨，这是跟怨恨有关的事情，跟对错没有关系。所以我讲的是这个。所以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就是在这两个民族之间，其他的国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去评判对错，而是要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有没有提供方案？提供解决矛盾的方案，这才是关键。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这里面又涉及复杂到哪里？巴勒斯坦人的内部，以色列的内部又有政治，他们之间又有政治，然后其他国家又介入到这个政治当中来，复杂吗？非常复杂，要讲清楚真不容易啊。
好，我最后两个，我们就时间就到啊，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尽快的讲完啊。情绪，疫情以来一直关注王先生，王先生和香港同胞的努力绝不是徒劳无功，你们在唤醒千千万万墙内的年轻人。香港长时间的反抗让我怀疑土共编造的境外势力收买的谎言。王先生专业让我对中文 YouTube 保持信心，洗脑既强大也脆弱。谢谢。观点，王老师你好。当我听到您读出网友肯定您的评论，我心里也听着高兴，因为那也是我的心声。谢谢。观点，王老师的节目客观公正。记得美国大选时，很多华人自媒体都支持川普，说拜登是亲中共的，只有王老师的节目没有跟风。现在事实证明根本就不可能，不可靠。感谢王老师为我们提供事实为依据的报道和分析，海外华人之幸。谢谢。姥姥王，谢谢。吹捧和赞美，感谢不同，前者是浮夸拉拔，后者是由衷之言啊，谢谢。Simon 告，谢谢。给老师打赏，是因为老师每天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新闻知识，是因为中文 YouTube 太缺乏这样的节目了。听那位网友的评论，我觉得以后要多多打赏，这其实是对自己感知的肯定啊，谢谢。Elizabeth New York， 谢谢，就是愿意赞扬。鼓励王老师这样揭穿中共谎言的人，就算是吹捧他也比吹捧共产党强多了。谢谢啊，金静谢谢 ，Hello Kitty 谢谢，三根铜谢谢，John Snow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